好久没聊经济和投资了，那么今天咱们聊点硬核的。这个事儿呢，甚至会颠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啊。我的一些朋友认为，一旦美国对伊朗动手呢，这战火一开，黄金白银就会毫无阻碍的飞上天去啊。但是我不这么认为，而且我要告诉各位，我的核心观点是，美国攻击伊朗的时间点，恰恰就是金银价格大崩盘的时间点。各位早上、中午办企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五人。如果近期你们看到金银暴跌呢，大家是不是感觉天要塌了？但是呢，这才是真正大戏开场前的序曲啊。我们先看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事儿啊。就在2026年的1月底，中东局势的紧张程度就已经让人窒息了。在格陵兰岛不了了之之后，美国正在印度洋呢进行反恐时代后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啊。就在1月26日呢，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正式进入了阿拉伯海和阿曼湾。这支舰队呢，刚刚结束了在南海的部署啊，带着大约5700名士兵和 F-35C 型隐形战斗机呢，直扑中东。更值得注意的是呢，美国这次不仅仅是在海上施压啊，还在陆地上做了极为具体的战争准备哦。大约35架 F-15E 攻击鹰战斗机已经部署到了约旦的空军基地，这也说明美军已经做好了从各个方向同时进行打击的准备啊。我相信这还不是全部的兵力啊。很快就会有新的航母打击群部署到印度洋的。如此大的阵仗呢，完全就是为了进行高强度的动能干预啊。俗话说呢，就是直接开战。就在这种战争一触即发的背景下呢，金融市场恰恰给出了最疯狂的反应。金价在1月底一度突破了5500美元啊，甚至摸到了5600美元的上方。白银更是摸到了121.5美元的天价。所有人都以为这波涨势就会捅破天，结果呢，1月30日市场瞬间崩盘了，黄金在几分钟内就抹去了巨额的市值啊，跌幅一度超过8%到11%。白银就更惨了，一天之内跌了17%到33%，不仅回吐了当月的涨幅啊，还制造了自1980年来最惨烈的单日跌幅之一啊。你可能会想，是不是仗打不起来，所以才会跌呢？这只对了一半啊。如果我们想理解这次暴跌呢，就要先搞懂地缘政治冲突是如何给贵金属定价的。在金融学里呢，有一种东西叫地缘政治风险溢价，简单说就是投资者为了买个安心呢，愿意多花多少冤枉钱。在美伊对抗的背景下呢，这个溢价主要来自两个恐惧方向啊。第一呢，是怕霍尔木兹海峡被封，石油断供，通胀爆炸，大家就不得不买黄金来对抗通胀啊。第二个呢，是怕由于不确定性太高，所有的资产都被冻结，只有手里的金条呢，它最实在不是。这里面呢，还有一个核心词是不确定性啊，请大家记住这句话，市场买入的是谣言，卖出的是事实。当战争还停留在可能爆发的阶段呢，恐惧感最强，溢价也最高。一旦战争真的打响，那么局势就明朗了，这种不确定的消失，溢价就会瞬间归零哦。说完理论呢，我们再来拆解一下1月30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说它是未来走势的预演呢？这不仅仅是政治原因呢，而是有一场政治、货币和市场机制共同制造的完美风暴啊！那天早上最先动摇军心的是特朗普的一句话啊。前一天大家还在担心美军航母是不是要开火了，结果特朗普突然暗示，只要伊朗满足条件，他愿意谈啊，甚至暂停了军事行动啊。这一招呢，直接就抽走了支撑金价的恐惧支柱啊！市场瞬间意识到全面开战的概率变小了，而那一层厚厚的战争溢价瞬间就被剥离了。但是呢，这只是导火索，真正的炸药包是美联储。就在同一天，特朗普政府提名了凯文·沃什担任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啊，这可不是小动作啊。凯文·沃什在2006年至2011年担任了美联储理事，他是出了名的鹰派啊。他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，美国正在进入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生产力周期。他认为科技进步会带来高增长，因此美国可以在保持实际高利率的同时，依然实现经济繁荣啊。沃什的上台呢，意味着两点：第一，美元绝对会走强；第二呢，实际利率会维持高位。对于不产生利息的黄金和白银来说，这可是致命打击啊！资本很有可能会从贵金属大撤退，流回到美元和美债里面。伴随着政治上的变化呢 ，CME 集团也就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特意选在这个时候上调了保证金啊。大家看这个表啊，白银的保证金一下子提高了 36%， 黄金提高了 33% 啊，这代表着那些用高杠杆做多的投机客立刻需要补钱啊。
补不上就得强制平仓。再加上1月底呢，正好是期货合约的第1持仓日啊，很多不愿意实物交割的投机者会被迫卖出的。这几股力量撞在一起，战争恐惧消散，鹰派主席上台，保证金逼仓，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踩踏式下跌嘛。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啊，在我这里需要提醒各位投资者，看黄金不能只看黄金哦，必须要看石油美元的三角关系。在1月29日呢，伊朗搞了海上演习嘛，原油价格就一度冲高啊 ，WTI 原油突破了65美元哦。按照常理，油价涨，通胀预期起，金价也跟着涨。但是到了1月30日，随着特朗普话锋一转呢，油价冲高回落，金价也就失去了通胀的支撑啊。更诡异的是资金流向，在冲突最紧张的时候，资金是买黄金抛美元，但当沃什被提名，局势稍微缓和的时候，资金立刻抛弃了黄金，疯狂买入美元啊。美元指数在沃什提名后迅速反弹至97以上。这有个表格啊，各位可以看清楚，美元的强势回归正在重新定义资产的价格。只要美国的经济数据不崩，美元走强就是金银最大的天敌啊。特别是沃什如果真的推行什么缩表、高利率的组合拳，那么单纯靠避险支撑的金价将变得非常脆弱。还有我要提一下啊，其实战争对于金银价格的影响是有历史依据的，最典型的就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了。在开战前呢，大家吓个半死啊，金价一路狂飙，从384美元涨到了416美元左右。但是沙漠风暴行动开始的那一刻呢，联军展示了压倒性的实力，大家发现萨达姆根本不堪一击，不确定性呢就瞬间消失了。金价在几周内啊就把之前的涨幅全跌回去了，甚至更低啊。2020年美军刺杀苏莱曼尼也是一样了，金价一天涨了 3%， 突破了1600美元，但随着双方都很克制，也没有爆发全面的战争，那么价格怎么样呢？它也就跌回来了。唯一的一次例外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了，那次金价的短暂回调开启了后来10年的大牛市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场战争美军陷入了泥潭呢，美元的信用自然就受损了。所以判断未来金银价格走势的关键不在于打不打，而是在于是否速战速决。如果是像海湾战争那样的闪电战，或者像针对核设施一样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啊，金价大概率是利好出尽是利空啊。基于上面的分析，我们可以推演出未来的剧本啊。剧本1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，这个概率我觉得最大啊。如果美军像2025年6月那样只利用 B2 轰炸机和战斧巡航导弹进行定点清除，没有地面部队的入侵，那一瞬间呢，金价一定会有个脉冲式的暴涨，可能瞬间涨个100到200美元，试图冲击6000美元大关啊。但请注意，这时候就是最佳的卖出时机啊。一旦轰炸结束，伊朗没有能力封锁海峡，或者其报复系统被美军的拦截系统有效压制了，金价就会像1月30日那样出现断崖式的暴跌，这就是我说的攻击点及崩溃点。第二点，全面战争的泥潭啊，这个概率比较小了。如果伊朗成功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，或者把以色列和叙利亚都卷进来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这就会导致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啊，通胀失控。那个时候金价就不看技术面了，而是看战争经济学啊。高盛和德意志银行预测这种情况，金价可能会上6000美元甚至更高，白银呢能上150美元。但是目前的军事部署来看呢，美军是不想打地面战的，更倾向于空中压制。第三个剧本啊，就是达成一个协议，我觉得这个概率中等吧。如果双方的悬崖勒马，签署了新的和平协议，那么1月底的暴跌就不是底咯，金价还得继续跌，去寻求4500美元甚至更低的支撑位。白银呢可能会回到70美元区间啊。分析完金银和战争的关系，我还要多说两句啊。这一次的波动中，散户的力量让人啧舌啊，也是让人后怕的。特别是在白银市场完全呈现出了魔影股的特征啊。在那些社交媒体上，散户们高喊着逼空华尔街，疯狂买入白银 ETF 和期权，完全无视了基本的供需关系啊。当价格在120美元时，市场处于极度贪婪的状况，散户们只看涨不看风险，结果1月30日一跌，社交媒体瞬间从我要买兰博基尼变成了全是阴谋论的咒骂，指责银行操控价格。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啊，纸面的价格与实物价格的背离啊。虽然期货价格崩了，但是在中国的金店、印度市场里，实物金银并没有跟着暴跌那么多，甚至还要加价买哦。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库存正在疯狂被抽干，这也导致了所谓的上海溢价现象。这说明虽然西方的投机客跑了，但是东方真正担心世界大乱的人还在囤货哦。最后给大家几条实用的建议啊。第一呢，不要去赌单一的结局，不要觉得肯定会打或者肯定不打。1月30日的教训告诉我们，政治家的嘴骗人的鬼，一个推特一个提名就会让你的仓位灰飞烟灭。第二点，紧盯美联储而不是航母。
凯文沃什上台是一个长期的利空因素哦。只要他坚持高实际利率和缩表，今年的牛市就需要更强的理由来支撑，不要在美元强势的时候去接飞刀哦。关注后续的情况啊，看政策是否正在转向鹰派啊。第三呢是利用波动率，未来局势一定是上蹿下跳的。如果你持有实物，不要因为一两天的暴跌就恐慌抛售啊。实物呢是用来保底的，特别是央行还在大量买入的背景下，如果你要做交易呢，一定要控制好杠杆。1月30日那种30%的波动，任何的高杠杆都活不下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在这个动荡的年代，保持清醒呢，比盲目跟风更重要。我是五人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留言与我交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